年，妻子却还是黄花大闺女，可屋里每晚又有女人的叫声，就连隔了2排的邻居都能听见。这打的也太惨了吧！谁说不是啊？那废物整天喝酒，醉了就打老婆，造孽啊！原来是男人不争气，每次失败后就会喝酒打老婆。B13，我恨你，嫁给你5年，没有享过1天的福，5年来我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你不配做一个丈夫，我走了。刚才给你捏肩，算是夫妻间最后的一点温存。说完，林若雪便喝下药要倒下了。曾经的这一幕幕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虽然现在的我有万亿身价，富可敌国，但当年的事情深深烙在我心里，成了我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遗憾。如果可以，我 B13愿意以万亿身价换人生，重来一次。话音刚落，忽然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老公，这个力度可以吗？要不要再用力点？耳边突然响起女人的声音，我猛然惊醒，双眼四顾，发现自己不在公司上市的庆功宴上，而是在一间老旧的房中，墙上还挂着日历。1985年3月16日，我的瞳孔猛然放大。这是我40年前的家呀，难道我重生了？我不敢相信的回头，床前站着一个女，20出头的模样，面带憔悴，脸上有些淤青，但却非常好看。落雪，真的是落雪。看到日思夜想的妻子，我非常激动，可林落雪的脸上只有厌恶，还有疲倦。此刻的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了，因为这会儿的自己不仅酗酒、打牌，还打老婆。想到这些，我泪流满面。我站起来，一把抱紧了林落雪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这么好的媳妇，我居然不懂得珍惜，太混蛋了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抓紧你，再也不松手了。可林落雪却误会了我的意思。B13，你还是人吗？刚弄完，你又想了，你真是个畜生。老婆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能再次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辜负你了。我巧，这混蛋会说情话了，太想你，不会辜负。这话居然会从眼前这个男人嘴里吐出来。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很不敢相信，结婚5年，对他不是打就是骂，从未扛起一个做丈夫责任的人，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道歉。老婆，请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会让你过上富太太的生活，我郑重的保证。13，你要是早点知道心疼我就好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以后只要你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，好好的找一份工作，踏踏实实过日子，真心实意的对我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老婆家里还有多少钱，你全部都拿出来给我。我已经有了方向，但身上并没有本钱，需要一些启动资金。听到这话，林若雪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原本充满期盼的脸瞬间苍白，泪流满面。我说你怎么变得这么温柔了？原来是想着法子找我要钱，我都被你逼得想要不活了，你还想从我这里拿钱？告诉你，没门。B13，我才起了生的希望，你就要掐灭，为什么就不能够给我一条活路？看着老婆流泪，我内心十分难受。但是如果没有本钱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这次不是去打牌，我是要去买点好吃的，给你做顿饭，好好补补，算是改过自新的第一步。老婆，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？林若雪看到我眼神坚定，她泛起了疑惑，看着男人确实和以往不同。难道他真的变好了？但是家里真的就只剩10块钱了，如果不给他，一会儿我又要挨打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无奈地掏出了10块钱。13，这是家里仅剩的10块钱，你去镇里买2袋面粉，还能剩1块多。千万别去打牌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。眼前的这一幕让我身体怦然一震，捏着钱的手不由得攥紧。上一世我就是因为今天打麻将把钱输光了，老婆才吃药离去的。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打牌了，你在家等我好消息。我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。80年代对我而言，遍地都是机会，我一定要借着这次重生的机会，让落雪过上好日子。今天正好是镇上赶大集的日期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1985年的今天，有个姓赵的卖新潮发家，因为喝多了酒装逼，被人扔在了河里，弄得远近皆知。这不就是赚钱的机会吗？打定主意后，我就提前来到路口等他。果然，见到一个背着袋子不醉也有3分摇的男子迎面走来。我上前笑着招呼道：“这不是赵哥吗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”“你是？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是你远房亲戚的表哥的外甥的侄子，咱俩还一起喝过酒呢。难得在这遇见你，走，我请你喝酒。”赵伯发一听有酒喝，心里就痒痒，然而看了看背后的袋子，脸上便挂起一阵为难。不行了，兄弟，我表哥从南方给我带回来点发家，我媳妇让我赶紧卖了，家里等钱吃饭呢。赵哥，你还怕媳妇？这可不像你啊！这样吧，你把这些发夹都一次批发给我好了，我去卖，你去喝酒。镇上的一家烧刀子，你一定得去尝尝啊！赵伯发肚子里的馋虫瞬间被勾起，满脑子都是那烧刀子的香味。他随即把袋子往地上一放，大咧咧地说道：“那行，省得我自己去卖了。这发夹5分钱一个批发来的，这袋子里正好有230多个，你给我10块钱，全都批发给你算了。”我立刻掏出老婆给我的10块钱，痛快地递给了赵伯发。赵伯发拿了钱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酒馆。我拎着袋子呵呵一笑，我重生后的第1桶金就从你赚起了。回到集上，我找了个客流量比较大的地方，
把所有的发夹都倒在了上面。接着我就大声吆喝了起来：走一走，看一看呀，新潮时髦发夹到货了呀！女人戴的变好看，大妈戴的变姑娘，孩子戴的变可爱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呀！那个年代的人哪听过这种吆喝，更没见过发夹这种时髦的东西，几嗓子下去就围过来不少。瞅瞅，多好看，多漂亮，多时髦！大兄弟，你这发夹多少钱一个？不贵，2毛钱一个，2毛钱你买不了吃亏，也买不了上当，却能买个漂亮了。对于1斤猪肉要1块5的年代，2毛钱不贵也不算便宜。但是面对我的吆喝，众人哪里抵抗得住？抢购的场面顿时出现。没过多久，235个发夹就剩下2个。这2个最好看的发夹是我特意留着送给媳妇的。再把手里面的那些块8毛的钱细细一数，这些发夹一共卖了46.6块，除去成本10块，纯利润整整36块6，这可是翻了3.6倍。要知道这个年代的月工资也就30-40块钱。我紧握着钱，心里百感丛生。想想自己前世万亿财富，都没有这36块6来的激动。接着我便买了2袋面粉、1桶油、1条鱼往家赶去。家里的林若雪却在门口百感交集。早知道就不把那10块钱交给13了，那个混蛋肯定又去打麻将了。我都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眼前的这一幕，邻居张嫂都看不下去了。你家 B13是不是又去打牌了？怎么不让他赶了呢？若雪，你等会，我家里还有几个玉米饼，我拿来先给你吃。张嫂，不用了，上次在你家拿的5斤面我还没还呢，咋能再拿你的东西？13一会就能把面买回来了。张嫂是打心眼里心疼林若雪，轻声的劝说道：若雪，你跟他过的还有啥意思？镇东头的孙大年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咋就不同意跟他呢？就守着 B13这个窝囊废。大妹子，你咋想的呀？哎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现在哪还有脸见人家大年？话音才落，林若雪就看见我扛着面，手里还拎着鱼回来了，这让她有些吃惊。10块钱好像买不了这么多东西吧？难道他又去干不正当的事了？哟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连个废物都知道往家里搬点吃的了。看来今天手气不错吧？已经啃了3天树皮，可我却将家里仅有的10块钱拿去买了发夹，就连一旁的邻居都看不下去，对着我破口大骂。殊不知，我靠着那些发夹挣到了别人1个月的工资。哟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连个废物都知道往家里搬点吃的了。看来今天手气不错呗。张嫂，吃饭了没？今天买了鱼，一起来家吃点。张嫂目光一正，这是那个一见面不是醉就是烂，回家就打媳妇的 B13，他这是转了性，还是脑袋撞树上了？林若雪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咋买了这么多东西？你哪来的钱啊？哪来的？肯定是赢来的呗。你瞅他那个损样，还能是赚来的？面对张嫂的数落，我始终是笑而不语，因为张嫂对我家有恩，每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一直是张嫂接济。媳妇，这是送给你的发夹，以前都是我不好。看到我手里的发夹，又幻想到我去干了不正当的事后，林若雪的心里更是一阵不堪的翻滚，厌恶与愤怒压抑着她满眶的泪光。我不要，你从哪买的就退回去，我不用那些不义之财买的东西。说罢，她咬牙转身离去。张嫂更是气愤，恨不得把我的脸给弄花。B13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放过若雪吧，别再折磨她了。你不在她身边，她能过得更好。对着我一顿输出后，张嫂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家去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我把剩下的2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。林若雪一愣，目光里瞬间升起一股绝望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还有钱，你这是摆明了不往好道走啊！ B13，我求求你做个人吧，你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？林若雪的委屈让我心里犹如刀割一般。老婆，这是我凭自己的本事，今天在集市上卖发夹赚来的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不求你现在就原谅我，但是我一定会凭自己的双手，让咱家成为镇子里第一个万元户的。我对天发誓，我会珍惜现在的每一秒，绝对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。说完后，我转身就去做家务，林若雪则是惊愕的目瞪口呆。这话能在 B13的嘴里说出来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如果他真的能像他说的，该多好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媳妇，明天你跟我去下鱼塘吧。去鱼塘干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不过明天需要你借下张嫂家的拖拉机，她对我的印象不好，我去了她肯定不会借的。林若雪并不想跟我去弄这些，但是怕我生气，又要对她拳脚相加，只能无奈地答应了。好，我明天跟你去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明天会有个给灰石拉鱼的拖拉机在半路掉进沟里，整个镇子的人知道后都去抢鱼，但是他要做的可不是去抢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林若雪便来到了邻居张嫂家。若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那个废物又打你了？你说你到底图啥呢？看看人家孙大年一手的木匠手艺，几个月就赚了500多块钱。再看看你家的那个废物 B13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若雪，孙大年还在等你呢，你可别辜负人家的那份心呐。你要是不好意思说，我去跟 B13那个废物说，转头我就让孙大年来接你。张嫂，你别说了， B13没有打我，就是想借你家的拖拉机用用。借拖拉机？他又想干嘛？我可不借，
我真怕他把我的拖拉机卖了。不能，今天我跟着他，要是他有什么坏心思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他动你家的拖拉机。张嫂也是心疼林落雪，怕不借给他，回去又得挨打，便横了横心，答应借了。接着毕13便带着林落雪直奔隔壁鱼塘。哟，这不是毕13吗？那个风把你吹来了。钱哥，给我捞100条3斤以上重的大鲤鱼，越快越好。13，你要这么多大鲤鱼干嘛？难道要去卖啊？今天可没有大吉了。不是卖，是亲戚要用，赶紧给我捞吧。钱满仓听后却是一脸不屑地说道：你要说别人要用鱼我还相信，你要用鱼就是打死我都不信。咱镇子里谁不知道你是啥德行？你看看你还有亲戚吗？你的那些亲戚现在见了你都恨不得打死你，还和我说亲戚要鱼，你想要鱼也行，按照市场价5毛钱1斤，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，但是钱得先放在这里，你能拿得出来吗？我根本没把他的鄙视放在心上。5毛1斤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之前有人来拉走100条鱼，你4毛1斤算给人家的，到我这里就成5毛了。听到我的话，钱满仓猛然一惊，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才有人拉走100条鱼啊？那个人是往会市方向去的，他们也碰不上啊。但是钱满仓却呵呵一笑，冷嘲热讽地说道：你别管人家多少，你能把钱拿出来，我2毛5一斤给你都行，关键是你能拿得出来吗？面对钱满仓的嘲讽，我依旧是满脸带笑，起身走到钱满仓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。钱满仓听罢猛吃一惊，接着便大声喊道：小龙小虎，赶紧带人给我起100条3斤以上的大鲤鱼。此时的钱满仓哪敢不给鱼，甚至连钱都没胆子要，只因我知道了他和隔壁王二狗媳妇的那点事，要是被我传出去，王二狗就把这小子给废了。这小灯的心里也是又惊又怕，可这时林落雪胆战心惊地说道：13，你要这么多的鱼，你能卖得出去吗？要不咱少要点，如果卖不出去，咱可没有钱赔人家呀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林落雪的目光里都是矛盾、恐惧，她怕赔钱，但是也怕说错话又会遭到我的毒打，而我却只是挂起一抹自信的笑意，还特别温柔地说道：你不用担心，老公一定能卖出去的，一会你啥都不用做，只管收钱就是了。话虽然说得好，但是林落雪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。这2天13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难道他是病了，还是中邪了？没过多久，钱满仓就把100条大鲤鱼装上了车，接着满脸堆笑地对着我说道：13，这正好100条，也就不过称了，每条就按3斤给你算，我也不收你2毛5一斤了，就收你2毛1斤吧，这300斤一共是180块钱，也不用着急给，你啥时候有啥时候给都行。我忍着心里的笑，感谢地说道：那行，钱哥，等我卖了鱼就把钱给你送来，我这边还着急去市里，就先走了。接着我就带着老婆拉着100条大鲤鱼直奔会市而去。就在离开镇子不到5公里的地方，我们就看见前面有台拉鱼的拖拉机侧翻在了路边，装的鱼全都洒在了地上，而我却是嘴角微微一翘，自信的笑容随即而起。然而这场面却把林落雪吓得不轻。13，咱慢点开，不要着急。经过了2个小时的路程，终于到达了市里，可我开着拖拉机却没有前往菜市场，而是来到了一家星级酒店门口。一车鱼不去卖，反而停在路边悠哉悠哉地喝起了汽水。就算妻子劝他赶紧去市场卖鱼，他都无济于事，非要半个小时以后再出发。半个小时后，B13便开着拉鱼车来到了一家酒店门口。13，你把鱼弄这里来干嘛？天这么热，还不赶紧去市场卖掉？你等他们发臭啊？去市场卖还要交管理费，而且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，还有竞争，咱就在这里卖。B13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？这里哪有人会来买鱼？放心吧，落雪，就在这卖，听我的准没错。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先看下鱼。林落雪还想继续说些什么，可 B13正在以120码的速度冲向厕所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家酒店的后厨，厨师不在那炒菜，却跟老板吵起了架。老板，这眼看要开席了，鱼还没送来，搞什么？你跟我急有什么用？昨天说好9点前送来100条鱼，现在都快10点了还没送来，要不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鱼可以代替的？老板，你开玩笑呢吧？人家结婚用大鲤鱼是图吉利喜庆，你给人家弄啥鱼啊？再说了，人家摆了100桌，我上哪儿去弄100条鱼？就在这时，服务员着急忙慌地跑进厨房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老板，鱼送来了。此时正在愁眉苦脸的老板顿时变来了精神，连忙带着厨师来到酒店外，果然看到拉着一车鱼的拖拉机就在门口。你们是要买鱼吗？买，这不是老杜给我们送来的鱼吗？老杜呢？你是老杜的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什么老杜，这些鱼只卖不送。此时酒店老板一脸懵逼的样子，而 B13刚好上完厕所回来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我媳妇说的没错，只卖不送，你们要是不买的话，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卖了。可酒店老板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指望老杜是不可能了，再让他把鱼拉走，办婚礼的不得把我的酒店给砸了。小伙子，你这鱼怎么卖的？ 1块5一斤。啥？1块5？你这也太贵了吧！
市场才卖8毛啊！市场上你可找不到我这么好的鱼，而且也不可能有这么多，1块5还是全要的价格。如果只是买几条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不卖。酒店老板一琢磨，的确如毕13说的那样，市场根本找不到这么好的鱼，就算是有，他们也没有时间去买了。行吧，1块5就1块5，厨师过称吧。2毛1斤的鱼，1块5一斤给卖了，而那老板居然还同意了，这1斤鱼就赚1块3啊！13到底是怎么知道这饭店需要这么多鱼的呀？过称之后，100条鱼足足有415斤，1块5一斤，一共是622.5元。当老板把厚厚的一沓钱交给毕13的时候，他转身将这600多块给了妻子林落雪。林落雪看着手中的600多块，激动的有点颤抖。落雪，你是我老婆，是我此生最爱的女人，以后我赚的每分钱都会交给你。过去的毕13死了，现在的毕13会让你越来越好。此时林落雪那早已破碎的心，却被他那真诚的目光动情的告别给感动到了。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毕13，但是他能从毕13那湿润的目光里看到了光。13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要让我再失望了。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走，老公带你去商场，你的这件衣服都穿了1年了，现在咱有钱了，给你置办几件新衣服。一会买完衣服剩下的钱攒起来，等攒够了，咱也去买个拖拉机，以后卖鱼拉鱼也方便。落雪，像今天卖鱼的这种情况，以后可不会再有了。老公已经有了新的赚钱办法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会市将会有个新闻出现，时间正好在后天的中午。毕13还有1天半的时间去准备来迎接这个机会。当俩人买了好多东西，高高兴兴回家的同时，镇子里的孙大年家里来了一位客人。哟，林哥你怎么来了？快坐。我是来看我妹妹落雪的，她家里没有人，我就来你这里做会。我看你现在还一个人，是不是还在等我妹呢？等不等能咋的？落雪现在都嫁给了毕13，我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也都习惯了。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废物，我妹嫁给他真是瞎了眼。看看现在他过的那叫啥日子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还整天挨打。我这当哥的平时忙着种地，也不来镇上，你好歹也喜欢我妹一场。看她受欺负，你咋就不去管管？哎，落雪嫁给了毕13，我咋好去管啊？惹得人说闲话，看着落雪受欺负，我也看不惯毕13那狗日的。可是我话到了嘴边，孙大年又给生生的咽了下去。他不是怕毕13，而是怕林落雪拒绝他的好意，那只会让他更加难受。你也是个窝囊废。现在我问你一句话，如果我妹肯跟你过日子，你能对她好不？孙大年猛地抬头，不明白林振生为啥这么说，但他还是无比坚决的点头道：必须的，我都能把她给供起来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走，跟我去找落雪。就在他俩刚来到落雪家门口，林落雪跟毕13也正好回来了。哥，你咋来了？地里不忙了？林振生瞪了毕13一眼，恨不得把他撕巴了。可毕13不以为然，只因之前混蛋的他，谁见到不得说2句。来了哥，落雪，给我拿5块钱吧，我去买点烟酒，再买点猪头肉，让咱哥吃点饭。你别去供销社买，他家卖的贵，你去老徐家买，我多给你5块，再买点凉菜啥的。干啥呢毕13？你又问我妹拿钱，你还是不是个人？妹子，我看你今天敢给他1分钱试试，还反了他了，挺大个人问女人拿钱花，你这样的人活着有啥意思？林振生的话吓得林落雪急忙把钱塞在毕13的手里，他怕毕13的脾气上来跟林振生再打起来。可毕13不仅不生气，反而忽然在林落雪的耳边低声说道：你说你哥有时间去找村头的小寡妇畅谈畅谈人生多好，省得火气这么大。毕13的话气得林落雪是哭笑不得。你快去吧，废话真多。毕13走后，林落雪把林振生他们请到了屋中坐下。林振生看到大包小包的，有衣服有鞋，这让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们这是打哪儿来的钱？买这么多东西，日子不过了，是不是毕13那小子又去搞什么邪门歪道了？这是我们卖鱼赚的钱，这2天毕13一直都在做买卖。他会做生意，瞅瞅他带那个做生意的价码。算了，你也别在我的面前说这些了，我这次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上次我跟你说的叫你跟毕13离婚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今天你怎么都得给我个答复。这不，大年也过来，人家说不嫌弃你，还愿意把你当宝供着。林落雪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她的心很乱，那是因为毕13这2天做的，让她又燃起了丝丝的希望。但是她怕毕13只是做做样子，转头又会变回过去。可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不可能跟孙大年在一起的。此时此刻的毕13已经买好了菜，正好路过镇上的裁缝店，他便走进了屋。正在蹬着缝纫机的顾一心见到是毕13进来了，微笑的说道：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这是知道我没吃饭吧？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但是你有钱了，为啥不先还我？毕13前世记忆里对顾一心的印象很是深刻，他们是同学，而且顾一心对他有意思，只是毕13更喜欢林落雪。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，
开了这个裁缝铺给人做些零活来生活。B13知道他一直都喜欢自己，前世的时候还经常从他手里拿钱去打牌。这是给我大舅哥买的，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，如果做成1的话，你一天能做出多少来？他是喝多了还是傻了？每次来这句句不离钱，这次怎么忽然问这么个问题？整套的话能做5套，衣服焖裤子快，咋的？你是良心发现想给你家林落雪做衣服？B13听到后心里反起了嘀咕，这么做可是有点慢，如果再快点就好了。想到这里 ，B13便呵呵一笑道：“我先回去了，你忙吧。”说罢 ，B13转身就走，边走边琢磨。现在的他满脑子赚钱的记忆，跟各种领先此时数几十年的技术，可无奈没有本钱，只能是以最快的速度赚取最初的资本，才能迅速的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刚到家门口，就听见林振生正在花了10块钱，妻子林落雪就被他哥要求跟男人离婚，而且还要将她再嫁给镇东头的老光棍。林落雪不愿意，他哥便破口大喊了起来。好巧不巧的是，刚买完菜回来的男人正好在门口听到。上早八就去买个菜的时间，这连媳妇的后路都给张罗好了。于是他先咳嗽了一声，便推门而入。看到 B13回来后，几个人的表情是有怒有怨有惊，各不相同。那啥，13回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一家人慢慢吃。谁跟他是一家人？别恶心我了，看到他我连酒都喝不下。你坐下陪我喝酒。孙大年抬起的屁墩只好又落回了椅子上，而 B13则是走到了林落雪的身边。老婆不哭，老公知道你委屈，但日子是咱过的，不必去计较那些。看我买的菜，咱跟哥喝点。林振生却猛然一喝：“你给我滚！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你配跟我们喝酒？来，大年，我们吃，可劲造，啥也别给那个废物留。”此时的林落雪再也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吃，使劲吃！我告诉你，这些菜都是 B13赚钱买的，你好意思就都吃了他们？他赚的钱，你骗鬼呢？你要说他打牌弄来的钱，我还信。你问问大年，他信不？这怎么说呢？要说猪能上树，我信；说 B13能赚钱，打死我都不信。”林落雪根本都不理孙大年什么想法，只是冷着脸说道：“这是我们上午去市里卖鱼赚的钱，一共赚了442.5毛钱。这些吃喝，还有那些衣服鞋子，都是我们靠双手赚钱买回来的。”林振生听后心里有些发沉，他这个妹妹他了解，从小到大从来不会说假话。看来真的是 B13赚回来的，这小子是撞邪了。哥，我跟13的日子能过好，你老说大年，他半年赚的钱，13一上午就赚回来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不可能离开 B13的。你什么都别说了。孙大年听到林落雪这话后，脸瞬间都红到脖子根，他那点仅存的优越感都被这番话给摧残的一点都没剩下。就在他起身想走的时候，门外却来了一群人。B13，你特么给老子出来！老子今天不整你，我都跟你姓。听到外面传来的叫喊声，林落雪一脸担心的问道：13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又在外面惹什么事了？老婆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先不要出去，我出去看看。你们先别喊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事？你那个废物男人先是推了我儿子，然后还把我揍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听到这些，林落雪顿时一阵恍惚，B13在他心里才筑起的那点希望，瞬间全部破灭。谁打人你们找谁？你们在这里闹什么闹？我就找 B13，你让他给我滚出来，不然今天谁说啥都不好使。孙大年一看这阵势，心里都吓得突突，急忙来到林振生的身边说道：“哥，我那边等着给人拿家具，我就先回去了。”说罢，孙大年一溜烟的跑没影了，气得林振生厌恶的骂道：“哥老子的，你真是个窝囊废！”就在这时，周曼忽然一把薅住林落雪的头发：“赶紧把你男人交出来，不然有你好受的！”林振生看到妹妹被欺负，就要冲上去拽周曼，可杨土生的亲戚直接就挡在了他前面。就在这时，院子里忽然传出一道极其冷怒的喊声：“我上早八，给老子放手！”来到门口的 B13则是满脸的愤怒，直奔周曼就冲了过去，吓得周曼立刻撒手躲在了杨土生的身后。看到林落雪委屈的样子，B13满眼心疼。B13，你咋就不争点气呢？你咋就不想过好日子呢？你咋就永远都改不了呢？林落雪那绝望的语气透着寒冬一般的冰冷，杀得 B13的心都在滴血。B13本想向他解释下这其中的原委，林振生却直接将林落雪拉回了院子，回身还把大门死死的关上。B13，看这里，你打了我，这是该怎么算？拿钱还是拿命？一想到刚才落雪所受的侮辱，B13内心的愤怒已经完全冲破他的理智底线，一个闪现就跟杨土生缠斗在一起。大为天龙，大为天龙，大罗夸张！眼看着杨土生被揍，他的几个亲戚瞬间全都冲了上去，可却被 B13一脚一个全都给击飞了出去。这么多人都拼不赢，这要是把杨土生弄出个好歹来，这以后我可咋办？B13，别打了，我们不要你赔，算我求你了。杨土生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。
滚！周曼便带着他们那些亲戚一瘸一拐的离开了，但杨土生却咽不下这口气的说道：“B13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”说罢，他转身就跑。事情解决后，B13本想进院跟林落雪解释下这其中的原委，却发现院门紧锁。屋子里林振生则是沉冷冷的对着林落雪说道：“啥也别说了，明天你们去离婚，咱们老林家不能再跟着那个废物丢人。”此时以泪洗面的林落雪心里压抑的都快要窒息了，才觉得 B13有点希望，却被他又给活活的掐灭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还奢求 B13能够改好，我真是太天真了。可林落雪的心里对 B13却还有着一丝的担心，她不顾林振生的阻拦，还是拉开了大门。B13，这日子别再过了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。你要是想亲眼看着我嘎，那我就成全你还不行吗？别再这么折磨我了，离婚吧。听到林落雪这么说后，B13心里则是一阵刺痛，愧疚与心疼纠结在他那张深沉的脸上，也烧灼着他的目光。纵然有千言万语，他也无法表达，便沉沉的说道：“行，我答应你，明天就去离婚。”说罢，B13猛然转身，大步的离开了。林落雪见 B13答应的如此痛快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离开家的 B13则是在跟一个女孩大快朵颐。80年代，B13凭借前世的记忆，设计出了那个年代见都没见过的衣服。他便拿着设计图来到了一家裁缝店。当顾一新看到图纸里时髦而又前卫的设计时，整个人惊讶的是目瞪口呆。殊不知 B13要凭借这超前的设计来拿下一家酒店的超级订单。13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？嘿嘿，保密，你就说我设计的衣服好看不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你这尺寸不对吧？腰跟臀是不是有点太瘦了？这肯定紧啊！听到顾一新这么说后，B13笑而不语。毕竟这个年代的服装风格跟40年后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当然 ，B13也没有设计的太超前，毕竟潮流一定得有个过程，太超前就是另类了。你只管做就是，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，保证你眼前一亮。布料的话，就用你店里面最好的棉纺料。明天中午之前你要做出来2套成品，然后你穿一套，我媳妇穿一套。哎，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？你给我做啥衣服？再说了，你让我们穿给谁看？13，你能不能跟我说，你到底想干啥？你就别问了，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行吧，那我现在就去拿布料。布料选好后 ，B13便让顾一新根据设计图立刻开始做了起来，然后他便回到了家中。林落雪看到 B13的那一瞬间，便冲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他。13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你咋不早跟我说，你是为了救一个卖菜的老大爷，才跟杨土生结下了梁子？原来是上集 B13到街上去买肉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大爷在受欺负，而欺负的那个人正是杨土生，他便冲上去把老大爷给救了下来，因此才跟杨土生结下了梁子。要不是刚才那位老爷爷带着他的家人来家里感谢你，你是不是就压根不打算告诉我？没有，当时场面那么混乱，我都没机会说出口，而且你哥压根就不听我解释，拉着你就走了。此刻的林落雪一头扎进 B13的怀里，感动与内疚好似他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拥抱着 B13。40年的自责与思念，如今林落雪的温情再次的回到他的怀抱。B13生怕这是个一醒的好梦，于是他也紧紧地抱住林落雪，俩人的心就好像他们的眼泪温柔地融在一起。第二天 ，B13便带着林落雪跟顾一新穿着他设计出来的衣服，来到了市区一家酒店的门口。根据前世的记忆里，这酒店还有10几天就要开业了。开业的时候，报纸跟广播电台都做了报道，场面弄得很大。而 B13要做的是利用这10几天的时间，来赚到重生后的第一桶金。当即他便来到了酒店经理的办公室门口。一会我先进去，你俩在外面等下，我喊你们了，你们再进。请进。B13推门而入，只见一个年约30几岁、非常有气质的女人，正在低头看着文件。席经理，你好，我叫 B13，我能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知道贵酒店会在半个月之后开业，作为本市目前最大的国际酒店，形象非常的重要，而席经理也肯定在为如何提升企业形象而绞尽脑汁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想跟您说说。听到 B13的话后，席小磊有点吃惊，他现在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。继续说下去。是这样的，企业以人为本，以管理为核心，形象并不仅仅是经营的理念，同时也是一种直观的印象。这家酒店上上下下，光是服务人员就有200人，如果你能够给他们统一制服，并且还要让制服跟企业的档次与等级相辅相成，你的企业形象瞬间就会提升起来。统一制服，你能说的再详细点吗？这样吧，在说这个之前，我想让您看点东西。说罢 ，B13便让林落雪跟顾一新走了进来。当席小磊看到两人的形象时，他的眼睛里瞬间惊讶而起，看见俩人身上的制服，他心里的那种羡慕与喜爱昭然显露在他的脸上。席经理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制服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哇塞？不错，确实眼前一亮，看了一眼还想再看第2眼。那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边现在有200个员工，女服务员就有150个，男工有50个，
算上我正好是151人，你能在半个月之内做出151套来吗？可以的话，咱们就签合同。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前提是咱们得先谈好价格，而且你还要预付我50%的定金。这个没问题。那么这一套制服需要多少钱呢？ B13早就计算好了，他用的是机器棉纺布，造价比普通的粗布价格要高出1倍，进货价格是13块钱1米，这一套衣服用料为2米，也就是26块钱，再加上一些辅料什么的，一套的总成本是37块。成本以及设计费用加起来85块钱一套，151套就是12835块。价格一出，不仅是席小磊，就连林落雪跟顾一心都震惊的一愣。小兄弟，我这服务员的工资1个月才50块，这一套衣服相当于2月的工资了，这个价格有点不太能接受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制服可是你全国独家拥有的呀，这会给酒店创造多大的价值，而且它不仅是衣服，更是一种潮流，一种文化，一种内涵，穿上它会更加的自信和美丽，这就是我的制服的价值。 B13的这一番话说的席小磊心尖之处划过深深的激动，他觉得 B13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片刻的思考后，好，85就85，我会一次把所有的费用都给你，但我的要求是，你要在半个月内把151套衣服都给我做好，绝对不能影响我酒店的开业。你还要给我留个服装厂的地址跟电话，以及介绍信，没有问题吧？有问题，我们没有工厂，没有电话，我们只是镇子里的裁缝店，想创业赚点钱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无法接受，那我们可以不用合作。没想到 B13的坦率不仅没有起到副作用，反而让席小磊觉得他居然如此的坦然，这让他心里忽然觉得 B13有点霸气。那好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。赚了钱，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就连刚招过来的工人也闹起了罢工。B13，虽然我们在你这里有吃有喝有钱赚，可家里的爷们没人做饭，只能饿肚子。要让我们在这里干也行，得把家里爷们跟孩子的饭带出来，不让带就折现，不然我们不干。张嫂说的对，我家可是还有仨孩子，要是没人做饭，都得饿晕。可不是吗 ？B13，你现在都赚了大钱了，不要这么抠搜的，你也不差这点啊。面对这些工人的无理需求，B13是无语到家了。可还没等他出口，林落雪就听不下去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出5块的工钱，比市里工人的工资都多。供饭是为了赶进度，你们拖家带口的，那可是好几百张嘴，我们可供不起。那我们就不干了。说得对，要不你每人给我们加2块钱也行，一天7块我们就干，2块钱也足够家里吃顿饭的。大家都听我说，规矩是不可能变的，你们想干就干，如果不干的话，那就赶紧倒地方，给好人腾个地。你们平时怎么对我的，你们自己也知道。说罢，B13掏出200块钱，当着他们的面给了林落雪。媳妇，这个是工钱，谁给咱干就给谁。本来众人就被 B13给说的有点心里没底气，再看到那钱是彻底的动心了。5块就5块，总比在家待着1分没有的好。我干。有了一个人的带动，其他的人也都妥协了，全都坐下来开始干活了。缝纫机陆续的开始蹬了起来，那咔嚓咔嚓的齿轮摩擦声在 B13听来，那就是财富滚滚而来的声音。一天下来就做出10几套。晚上下班后，13这么做的话还是有点慢啊，要不我明天再找几个人来吧。不用着急，很快速度就会上来了，给他们点信心。今天第一天做已经很不错了，走吧，天色不早了。正当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总有意外会发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当 B13早早的来到了裁缝店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。只见那裁缝店已经是一片废墟，里面所有做好的成衣还有价值好几千块钱的布料全都付之一炬。不仅如此，裁缝铺还有20多台缝纫机，包括邻居的房子也被损坏不少。13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衣服什么的全都没了，到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人家呀？听到林落雪的话后，B13才缓过神来，看到林落雪浑身颤抖，他也只能假装淡定的说道：“不怕，没啥了不起的，有我在呢。”这时，顾一心也拨开人群冲到了废墟前。我的裁缝铺啊，衣服呢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你放心，这裁缝铺我会给你重建起来的。这是你的房子吧？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这是有人故意的。火已经灭了，剩下的我们就不管了。你们去找镇上的安保队说吧。顾一心听罢气得咬牙切齿，然而 B13已经猜到是谁干的了。顾一心，你家糟了，把我家的房子都给害了，你说咋办吧？你得赔我们钱，要不然跟你没完。凭什么？你没听到说是有人故意的？等找到人了再说。应该赔的，我做主了，赔你们200块。凭啥给他们200块就给100块？也就是没了几盆花而已，怎么就给200？可是 B13还是拿出200块钱给了邻居。眼看200块钱已经占了足够多的便宜，他们便拿着钱就离开了。此时，张嫂也带着一群人也走到了 B13面前。B13，那我家的缝纫机咋整？我们可是给你干活才对烧的，你得赔我们新的。
对，赔我们的缝纫机，不赔不行。你们着火我们不管，但是不能烧我们家的东西。各位，你们不用担心，缝纫机明天我就买给你们。你买？你拿啥买？可别拿嘴忽悠我们了，到时候你不买，我们找谁去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用你买，把钱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去买。现在缝纫机最好的125块一台，你就一人给我们125块钱就行。真是墙倒众人推，可毕13的前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画面，早就让他看淡了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走去我家拿给你们。此时，在杨土生家，杨土生正在跟钱满仓喝着小酒，两人心里那个快活劲就别提了。满仓，这次哥得给你竖个拇指，你这招是真够绝的，这下看他毕13还怎么嚣张。这算啥？后面还有别的招呢。我不让他毕13趴在我脚下，我钱满仓仨字倒着写。毕13这里将张嫂众人缝纫机的钱赔过后，他的手里面仅剩下了3000块钱。13，剩下的这点钱买面料都不够，而且也没人给咱干活了。酒店的订单我们咋做呀？而此时，一旁的顾一心还在深深的自责。昨晚我不回家就好了，都怪我。说什么呢？还好你回家才逃过一劫，房子没了，我给你盖新的，这多好啊！顾一心则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开玩笑？你能不能长点心？愁眉苦脸解决不了问题，现在咱们还有12天的交货时间，足够用了。那面料怎么解决呀？还有我们的钱根本不够啊！钱你不用管，我来解决。明天你们俩就去联络工人，愿意干的10块钱一天，但是要求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。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，毕13把仅剩的3000块钱都拿上便去了市里，来到了一家金店。先生，你是要买金饰吗？是的，现在的金价是多少？现在的金价是32块钱一克，有的时候也是略有浮动，但是也不大。今年的金价也很稳定。那你这里有多少黄金？我这里现在大概有10斤，5000克，您打算买多少？我全都要了。啥？小伙子，咱不带开玩笑的，你不能一开口就把我这金店都买了，你就实在点。没跟你开玩笑，5000克我全都买了，你就给我个最低价。看到眼前的毕13说话如此不着调，金店老板不禁怀疑他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。小伙子，你该不会是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？嘿嘿，是这样的，我家里面是要开工厂，需要用黄金原料，你也别问那么多了，就给我个实在价格就好。这样啊，那就28块钱一克卖给你，5000克，那就是14万，这是最低价了。可以，不过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，得先去银行拿。这3000当做定金，然后我先拿走50克样品，2个小时后咱们再交易。没问题，都哥们。金店老板当即便给了毕13 50克金子，要知道3000块都可以买100克，就算毕13不回来他也不吃亏。毕13则是拿着那50克金子来到了一家西餐厅，元1克的黄金，毕13一买就是5000克，就连金店老板都震惊不已。殊不知毕13要用这5000克黄金狂赚11万。接着他便带着50克样品来到了一家西餐厅，只见在不远处有一个老外正在喝咖啡，今天他就要从这个老外的身上利用时间差赚到一笔钱。你好，BBQ 先生，我叫毕13，能借用你2分钟的时间跟你谈笔生意吗？小朋友，我不知道2分钟能够谈成什么生意，但是我倒是很想听听。BBQ 先生，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，国际金价现在由32块已经飙升到56块，你的公司是不是让你尽快收购我们这的黄金？刚好我手里现在有5000克，我可以每克50块的价格卖给你。听到毕13的话后，BBQ 先生则是一脸震惊的样子。1个小时前，他的确收到了公司让他收购黄金的通知。毕13先生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收到这条命令的？还有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要你的黄金？因为你没有选择，如果你不收购，我就会利用我的影响力，让整个汇市的黄金价格瞬间涨过56块。至于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，你知道巴菲特吧？那是我老表。此时BBQ先生被毕13忽悠得一愣一愣的，唯独50块钱一克收购他的黄金，这个有些不能接受。毕13先生，你的确是个商业人才，但是我不太可能接受你的黄金价格。如果你能参考每克35块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35块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老登别的没学会，倒是把国人的砍价学会了。BBQ 先生，你要知道电话的传递速度可是快过新闻的呀。如果你坚持35块收购我的黄金，我相信你会彻底的失去获得这次利益的机会。这个老邓当然会计算这个利益了，就算他放弃这个城市，可他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下一个城市。可如果毕13真的将此消息提前爆出，他就彻底失去这个利用时间差赚钱的机会。好吧，毕13先生，不得不说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，你甚至都让我无法拒绝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吧？好的，BBQ先生，既然你没有别的问题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，跟我走吧。于是毕13便带着这个老外来到了周小富金店。BBQ先生，这里的黄金一共有5000克，按照我们说好的价格，50块钱一克，一共是25万。BBQ先生看到眼前金灿灿的金子后，直接拿出了8倍镜仔细的鉴定了一遍，然后满意的笑道：好，不错，
这些金子含金量真高，我现在就给你写支票，请把所有的黄金都装好吧。一旁的金店老板看到毕13的操作后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毕13拿到支票确定金额跟支票真伪后，便带着金店老板来到了银行，将那14万给了对方，剩下的11万他都存进了存折里面。一切忙完后，毕13便回了家。13，你不是说去赚钱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赚是赚了点，但是不多，给你看下。毕13本想给林落雪个惊喜，但一想到他已经因为裁缝铺被烧哭了一整天了，便直接将存折拿了出来，递给了林落雪。媳妇，这就是我今天赚的钱。当林落雪看到存折里那串长长的数字时，瞬间惊呆了。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30块的年代，11万那就是个天文数字。11万，13，这钱是哪来的？嘿嘿，这当然是你老公我凭能耐赚来的。我不相信一上午的时间就能赚11万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钱到底是哪来的？毕13也没想瞒着他，但是也不能完全的告诉他这是凭前世的记忆赚来的。这钱算是牵线搭桥赚来的。我今天无意间认识了个外国人，他想买黄金，于是我就帮他找了个黄金卖家，然后我用低买高卖的方式赚了个中间的差价。走，老公带你去 shopping。随后，毕13便带着林落雪来到了百货大楼。落雪，今天的消费由毕公子买单，你不用为我尖叫。在一顿买后，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回了家。刚到家，顾一星也来到了毕13的家。当看到眼前大包小包的礼物后，让他气愤不已。毕13，你们买东西花了不少钱吧？你有钱为啥不去买面料？难道酒店的订单你不想做了？还有我的裁缝铺，你就让他那么塌着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一心，你别着急，先坐下歇会。我跟你们着什么急？我为了谁呀？我一整天连口饭都没吃，到处给你们联络工人，你们可倒好，吃的满脸是油，还花钱买这买那，你们把我当什么啊？一心，你别生气，后面的计划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准备明天就去承包市里的一个服装厂，只要把那家服装厂给谈下来了，时代酒店的订单还不是分分钟钟的事。服装厂？你哪来的钱去承包服装厂？钱你就不用管了，明天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转天上午，毕13来到了市里一家名叫古月服装制造厂的门前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这老板古月是个烂赌鬼，明天晚上他会因为输掉工厂而自嘎，而毕13要做的就是将这家服装厂收购下来。你是谁呀？来我厂子干什么？老板你好，我是来跟你谈点生意的，方便进屋说吗？一听有生意，古月瞬间打起了10分的精神，便请毕13进了屋。古老板，我长话短说，3万块钱收购你的工厂，干还是不干？古月听到毕13的话后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便不屑地笑道：3万收购我的工厂，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？而且我也没打算卖我的工厂啊，现在我这厂子的效益特别的好，做不完的订单，我凭啥要卖给你啊？毕13随即冷哼一声，鄙视地说道：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现在连裤衩子都快没了，眼看你就要把这工厂也给输了，那些人只是给你2万，而我给你3万，你不卖给我，难道想1分都拿不到的输掉吗？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听罢，古月猛然一皱眉，他十分疑惑毕13是怎么知道的。算你说的对，但是3万块钱我不可能卖，这里当时投资了20万，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，虽然工人现在都放了假，但是通知他们立刻就能来上班，10万块钱我倒是会考虑考虑。那咱们就不用谈了，你就等着别人2万收吧。眼看毕13要走，古月便有点着急了，他知道错过这个机会一定会后悔的，奈何欲擒故纵这招对毕13不好使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5万可以的话，现在咱就能签协议。不行，最多3万5，多1分都不要。毕13早已经摸透古月的心理了，这可是他前世在经历无数伤海沉浮而领悟的技能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就看你能不能利用到了。随后还是以3.5万的价格跟毕13签了转让合同。他把3.5万交到古月手里的那一刻，这服装厂的一切都是毕13的。